小男孩拿着祈求来的圣诞树，本想回家给继母一个惊喜，岂料继母非但不开心，而且还怒吼着让他滚出去，如果没赚到钱就不要回来了。认为自从收养了克莱姆，他就像是受了诅咒一样倒霉。无奈的克莱姆不敢反驳，只能乖乖出门去想办法赚钱。令克莱姆没想到的是，斯特夫人还冷漠到将他辛苦得来的圣诞树当垃圾般扔了。对此，克莱姆虽然有些生气和难受，可他并没有怨恨斯特夫人，只是拿着圣诞树撒了撒气，然后在大街小巷上寻找着能赚钱的事情。一个卖窗户玻璃的老板给了克莱姆一个差事，承诺只要他找到一个破了的窗户，就给他一便士。见有这等好事，克莱姆果断地答应了。接着他就行动了起来，满怀希望地到处观察着，看哪里有破掉的窗户玻璃，以及询问路人，但一番折腾下来却毫无所获。老板得知情况后，打趣道是他不够聪明，并暗示有时候窗户之所以会破，多数都是由调皮的孩子造成的。听老板这样一说，克莱姆心领神会，迫不及待地再次行动了起来，开始用石头砸破人家的窗户，砸完迅速溜走。就此老板便有了生意。为了赚更多的钱，克莱姆砸得格外的卖力，最开心的自然莫过于老板。就当克莱姆以为马上能得到报酬时，不料却被警察当场抓住了。警察在身后紧追不舍，想要抓住克莱姆，但这并不简单，因为克莱姆对眼前的地方非常熟悉。他横冲直撞，弄倒了一家杂货店的东西，气得老板也主动参与抓捕。抄近路直接截停抱住了克莱姆，想讨要个说法。克莱姆害怕坐牢，只能恳求老板放开自己。很快警察赶来了，一把拽走了克莱姆。老板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想替克莱姆求情，觉得他只是一个小孩子。Deze jonge man heeft ruitjes ingekinkeld. En verdere bijzonderheden kunt u op het bureau krijgen. Kom op, loop! Ruitjes ingekinkeld. 就这样，克莱姆被带到警察局关了起来。看了警察递交的报告，局长也很是头疼，因为克莱姆已经是惯犯。为了让克莱姆长点记性，于是局长便下令关他个3天3夜。度过漫长煎熬的一天后，局长会见了克莱姆，拿着被砸坏玻璃居民的投诉单，询问克莱姆是什么原因。可克莱姆却选择了隐瞒，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保证以后不再犯了。局长提醒着克莱姆，虽然他没有父母，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一直肆意妄为。同时还透露了一个令克莱姆意外的消息，那就是克莱姆可以提前离开了，原因则和一个神秘人有关。不过局长却没有透露是谁，只是警告克莱姆，下次他要是再搞破坏，可就不止关3天3夜了。克莱姆出来后，随即就找到了卖玻璃的老板索要报酬。万万没想到的是，老板竟不认账了，还把一切都甩得干干净净，怒吼着让克莱姆滚远点。对于这样被戏耍，克莱姆简直快要气爆了。为此他决定教训下老板。接着他抄小道，提前守在老板路过的地方，找了个视野盲区。随后克莱姆来到了一家面包店，由于从小缺乏教养，使得他根本不懂礼貌，夸张到旁边妇人脸上的肉瘤比猕猴桃还大。见妇人有些凶悍，他便不敢再多说什么，拿着点好的面包不给钱，啃咬着就要走人，但被妇人给拽住了。店员本想夺走他的面包将他扔出去，幸亏有位好心的女士喊住了店员，表示会帮他给钱。就这样，克莱姆才得以狼狈地保留住了面包。对于生活过得很糟糕的克莱姆来说，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和邻居小伙伴凯西一起玩耍了。将凯西送到家门口时，见其家人都在热情等待凯西吃晚饭，克莱姆眼神中满是羡慕与渴望。他回到家时，靠擦铜壶为生的斯特夫人正在和酒鬼男顾客谈笑风生。得知克莱姆1分钱都没有赚到，斯特夫人一脸的不悦。克莱姆口袋里装的面包也被他察觉到了。面对斯特夫人的索要，克莱姆听话的交了出来，不过这换来的也却只是能暂住上一晚，明天就得离开眼前的地方。听斯特夫人和男人说无比后悔当初收养自己，克莱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落，因为这样的话他已经听得麻木了。忽然喝醉酒的男人色心大起，甩出一叠钱，希望斯特夫人陪他。虽然被斯特夫人果断的拒绝了，但恼羞成怒的男人却不甘心。就在斯特夫人反抗无果，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克莱姆冲了出来，拿起铜器使劲的砸着男人，看他还不放手。紧接着克莱姆又猛拉扯他的头发，疼的男人只能灰溜溜的离开了。克莱姆如此勇敢的出手相救，让斯特夫人不禁有些感动，而这其实也间接帮助了克莱姆自己。第二天，克莱姆排着队，本想领点救济的食物，可却被旁边小伙伴们扔来的雪球惹得玩心四起，随即就加入了雪仗。一个没瞄准，飞来飞去的雪球便砸到了路人，见气发火了。克莱姆和凯西急忙开溜，得知克莱姆饿得快受不了了，凯西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办法，两人偷偷的拿走了一些报刊，在路上大声吆喝推销着。凭着猎奇的看点，很快他们就将报纸卖完了。两人商量好，克莱姆挣的钱用来上交给斯特夫人，凯西的那份则用来买吃的和去电影院。看着幽默风趣的无声喜剧电影，两人开心到暂时忘记了所有烦恼。与此同时，斯特夫人下楼梯一个不小心失足摔倒了，
克莱姆收到消息后迅速赶回了家，医生透露着斯特夫人的情况非常严重，多处骨折和失去了知觉，已经没有做手术的必要了。在斯特夫人的呼喊下，克莱姆首先做的就是把赚到的钱放在床头柜上。斯特夫人让克莱姆别哭，认为自己不值得他这样，或许是知道自己即将死去，想到以前对克莱姆那么的刻薄，斯特夫人心里感到很是愧疚，奈何悔之已晚。为此，斯特夫人决定坦白一个秘密。在他的指点下，克莱姆从衣柜里拿出了一个小盒子，这是克莱姆母亲留下的，里面有一个小吊坠，装着克莱姆父母的照片。可惜的是，斯特夫人对两人的了解并不多，只知道克莱姆母亲生他时很年轻。之所以克莱姆会被抛弃送人，原因则是他母亲属于未婚先孕，对克莱姆母亲来说，这不仅是个耻辱，也没有能力照顾克莱姆。克莱姆父母两人交往没多长时间，父亲就去美国淘金了，母亲是弹钢琴的，名字叫迪恩。对此，斯特夫人希望克莱姆长大了，应该去找到他。Ik wil geen moeder. Ik wil jou. Oh mijn kind. Vergeef me. Alsjeblieft. Vergeef me. 看斯特夫人死了，克莱姆很是伤心，毕竟长时间的相处，他还是对斯特夫人有感情的。望着被装进木箱拉走的斯特夫人，克莱姆十分的失落和迷茫。尽管凯西母亲收留了他，可这并不意味着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过，因为凯西家的条件其实很差，家里有10个小孩，晚餐每人一个小土豆，都是男主人拼命工作才换来的。克莱姆的到来显然是增加了这个家庭的负担。睡觉时，克莱姆梦见了父亲正在寻找他，这让他不由产生了一丝期望。醒来后，他被身旁凯西的脚丫子熏得够呛的。此时，凯西父母两人正说着悄悄话，母亲觉得克莱姆可怜，想收留他，但男主人却不愿意，理由是压力太大，再多一个人，家里实在难以支撑，因此克莱姆必须离开。克莱姆听后没有纠结，随即就自觉地悄悄离开了。他茫然地走在大街上时，忽然一条流浪狗来到了他身旁，表现得异常温顺。克莱姆刚进入教堂，紧接着流浪狗也跟着进去了。克莱姆为斯特夫人点燃了一支蜡烛，祈祷着让上帝保佑他。就当克莱姆在长椅上睡得正香时，神父弄醒了他，蛮横地将他和流浪狗驱赶了出去。克莱姆有些心烦意乱，本想把流浪狗吓唬走，可流浪狗却依然紧跟着他，似乎已经认定他为主人了。好不容易将流浪狗甩掉后，克莱姆好奇地打量起了大鱼。突然附近传来了狗的嚎叫声，他急忙过去查看，发现是几个男孩在用石头打流浪狗。他连忙去护着流浪狗，并指责几人太过分了，可几人却没有停手，而是恼羞成怒地越发使劲，想要教训克莱姆一顿。克莱姆也不甘示弱回击着。之前的杂货店老板察觉到后，连忙将他拉到了一旁，开口就是提醒他，难不成还想到监狱待个3天3夜？原来克莱姆之所以能关1天就出来了，全是男人好心去警察局求情。他对克莱姆的大概情况都已了解。得知斯特夫人死了时，维克斯感到很是遗憾，同时心生怜悯，主动将克莱姆和流浪狗带到了店里，还热情地给做了吃的。看着摆放的帆船模型，克莱姆忍不住把玩着。维克斯叫停了他，生怕被弄坏了，因为这是维克斯最好的朋友做的。见克莱姆拿着食物扔给了流浪狗，维克斯没有生气，而是和克莱姆一起乐呵了起来。显然他是一个有爱善良之人。克莱姆也给流浪狗起了个名字叫摩尔。维克斯还决定了收留克莱姆管吃住，条件是克莱姆帮他做些力所能及之事。对于这么好的机会，克莱姆兴奋的立马就答应了。在帮忙送货时，他遇到了凯西。面对凯西的询问为何不辞而别，克莱姆没有告知真相，只是调侃着是嫌弃凯西的脚太臭了，熏得自己受不了。虽然维克斯开着一家杂货店，但他最大的梦想却是成为一名作家。克莱姆很好奇他写的是什么内容，维克斯回答着是以前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同时还提及到了坐帆船的好朋友哈里。听说哈里去了美国，克莱姆连忙表示自己的父亲也是。巧合的是，两人去美国的目的都是淘金。维克斯心血来潮拿出了哈里的照片，万万没想到的是，竟和克莱姆吊坠里的一样，只是大小不同。Kijk, want ik begrijp best dat je graag zou willen dat zo'n knappe vent als hij je vader was. 见维克斯不信，克莱姆拿出了吊坠来证明。不以为意的维克斯看后，不由十分的惊讶和诧异，急忙询问克莱姆是怎么得到的。克莱姆如实告知了缘由，维克斯这才意识到，眼前的克莱姆就是哈里的儿子。在维克斯的追问下，克莱姆又透露了母亲的名字。得知情况后，维克斯本想去帮忙寻找，但克莱姆却恼火地拒绝了。在他看来，迪恩不配做母亲，无情地将作为婴儿的自己抛弃了，只希望维克斯能帮忙找到父亲哈里。尽管维克斯答应了，但这件事却显得异常的艰巨，因为自从哈里去了美国后，他就再没有获知到关于哈里的一点消息，原因则和那边曾发生过一场战争有关系，使得许多人都失去了联系，生死未知。想到父亲多数已经死了，克莱姆不免有些失望，就此这件事也陷入了僵局。深夜时熟睡的维克斯突然被一阵噼里啪啦声给惊醒了，他疑惑地急忙去查看情况，发现是流浪狗在垃圾堆翻找食物，便才放心下来。返回房间的时候，脚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给绊倒了一下，他本能地点燃一根火柴查看，见没什么异常，便随手将火柴棒一丢就离开了。糟糕的是，火柴棒并没有完全熄灭，很快就将旁边的布条点燃了。克莱姆被烟雾呛醒后，
好奇的打开门，一看见起火了，他急忙去叫醒维克斯，好在火势还不是很大，两人才得以有惊无险的跑了出去。左邻右舍们发现后也都前来帮忙。还没缓过神来的克莱姆忽然想起摩尔还在屋内，他不顾维克斯的劝说，独自返回了店里。维克斯见状也顾不上太多，冒险的冲了进去。很快火势越来越大，两人却迟迟没能出来。就当众人都以为他们遇难了时，维克斯竟吃力地抱着昏迷的克莱姆，带着流浪狗出来了，难受痛苦的咳喘着晕倒在了地上。一会后，克莱姆醒了过来，不停摇晃呼喊着维克斯，可维克斯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似乎已经凶多吉少。随后消防队和救护车都赶到了现场，将维克斯拉走了。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安身之所就这样被烧毁。此刻克莱姆无比的难受和茫然，更多的则是担心维克斯，他只能带着摩尔来到排水站，顶着噪音将就的度过一晚。第二天他来到了码头，询问去美国的一张船票多少钱，因为他想去找父亲。售票员随即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他不仅买不起昂贵的船票，而且16岁以下不能独自乘船，再者根据新出台的法律，必须还得有签证。克莱姆听后失望的离开了。接着他来到了医院看望维克斯，尽管维克斯的情况很糟糕，但他还是非常担心克莱姆。为了让他安心，克莱姆便谎称自己过得很好，有东西吃和地方住。可维克斯还是放心不下，询问克莱姆今晚就是平安夜了，明天就是圣诞节，至于要到哪里去？克莱姆一脸的无奈和迷茫。对他来说，从出生就没有享受所谓的圣诞节，因为斯特夫人总说圣诞节不属于两人。jongen. Je hebt een thuis nodig. Een vader die voor je zorgt. Hey. 听维克斯说出院后，打算去美国寻找哈里，克莱姆瞬间眼前一亮，对他来说这将是最棒的圣诞礼物。这时本就虚弱的维克斯忽然难受了起来，为了不影响他休息，护士只能让克莱姆先离开。无处可去的克莱姆带着摩尔在街上晃荡着，见所有人都前往教堂，他也跟随着进去了。不曾想一会后就遭到了神父的驱赶，虽然有人看不惯替克莱姆说了话，但神父压根就无所谓，照样将克莱姆赶了出去。此时克莱姆又冷又饿，疲惫的只能找了个避风的角落，紧紧拥抱着摩尔蜷缩了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巡逻的警察从旁边路过时，听到了摩尔所发出的声音，便好奇的前去查看。清扫着厚厚的积雪，发现克莱姆后，警察急忙呼喊着他，见没有反应，警察只能抱着他带回警局。好在发现及时，克莱姆并没有大碍，警察给了他食物，还不忘祝他圣诞快乐。局长看克莱姆可怜，基于斯特夫人已经离世，因此决定帮克莱姆找个家。第二天，局长带着他来到了收容所，但这却成为了克莱姆噩梦的开始。收容所不仅有着诸多规矩，而且所长柯泽还非常的严厉。不过柯泽也让克莱姆的无所谓态度气得不轻，好在有局长在中间调解，否则两人估计都得打闹起来。克莱姆询问摩尔能不能待在收容所里，没等柯泽回答，柯泽夫人就声称会想办法安排好的，然后还要带克莱姆去吃圣诞大餐，并把摩尔交给了局长。简单的一番介绍后，克莱姆就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柯泽夫人刚把面包放在桌上，旁边的小胖就拿了2块。克莱姆本想伸手去拿，但却被柯泽夫人阻止了，表示自己会逐一发放的。Maar hij neemt toch ook? Doet er niet toe, allemaal wachten. 对此克莱姆心里很不爽，毕竟这明显很不公平。就连其他的食物，小胖的分量也比众人的要多。看着小胖吃东西的样子和发出的声音，克莱姆直接嘲讽他像河马，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殊不知这已经得罪了心胸狭窄的贝利。听到笑声的柯泽冲了进来，吓得大家立马坐得板正起来。只有不懂规矩的克莱姆还一副懒散的样子，调侃着刚才的玩笑话。Dergelijke taal dulden wij hier niet. Als je weer zoiets zegt, stuur ik je zonder eten naar boven. 克莱姆听后不由收敛了一些，本想获知摩尔在哪里，可柯泽却要求他喊自己爸爸。Ik ben je kind niet. En toch moet je vader tegen hem zeggen. 面对柯泽以摩尔为要挟，克莱姆依然难以叫出口。Zeg, Vader? waar is mond? 柯泽听后以为是克莱姆叫的，这才满意的透露摩尔在外面。摩尔不在身旁，克莱姆很是担忧，坐立难安的想出去找摩尔，可却被负责开关门的钉子告知所有门都锁了。意识到情况不妙，自己肯定是被忽悠了。克莱姆片刻都不想再待下去，打算硬闯出去。忽然钉子喊住了他，悄悄地拿出了钥匙。克莱姆会心一笑，接着两人就行动了起来。想到钉子这样会受罚，克莱姆很是感动，只能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出去后，他急忙来到流浪狗收留所，负责人是一个老头。得知克莱姆圣诞节都无处可去，再联想到自己也是一个人过，老头感触颇多，心生怜悯，便邀请克莱姆进去。在帮忙做事的时候，克莱姆也边寻找着摩尔，期间还获知了收留所的这些流浪狗，如果超过规定的时限，还没有人来认领的话，就会被送到毒气室处理。克莱姆感到很震惊，觉得和谋杀差不多，但老头却不认同。在他看来，要是狗没有主人管理，就会到处乱跑，感染病毒，给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随后在喂养才送来的一批流浪狗时，克莱姆终于发现了摩尔。
他悄悄地多给了摩尔一些食物。老头为人还比较不错，让克莱姆饱餐了一顿，又给克莱姆弄了个小床，更希望克莱姆能留下来当助手。对此，克莱姆没有同意和拒绝。等老头熟睡后，他偷偷地拿走了钥匙，将所有的铁笼子都打开了。瞬间，狗狗们都倾巢而出。听到动静的老头急忙去查看情况，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只能眼睁睁看着克莱姆和狗狗们逃离。克莱姆再次去探望维克斯时，维克斯身体状态已经好了很多。当被问到昨天去哪里了，克莱姆依然谎称自己过得很好，没有把真实的情况相告，使得维克斯信以为真。听说他过段时间就能出院了，克莱姆感到非常欣喜。不过在这期间，他和摩尔为了活下去，只能靠偷拿一些食物度日，如同过街的老鼠一样。晚上的时候，为了能有东西御寒，克莱姆想到了个办法，他让摩尔在一旁狂叫，吸引贴宣传海报男子的注意，自己则趁机拿走几张大海报，然后来到公园里找个地方盖在身上当被子。熬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后，克莱姆终于等到维克斯出院了。在去美国寻找哈里之前，维克斯决定教克莱姆一些礼仪，然后再送他去学校。意外的是，两人在路上偶遇了警察局长，维克斯这才得知克莱姆曾进了收容所。面对局长的提醒该回收容所了，克莱姆果断地拒绝了。对他来说，那里就像是阴森的监狱，他宁愿天天睡大街上，也不想再回去待一晚。说完就快速地跑走了。Ik kom wel even mee, dan kan ik het u uitleggen. 之后克莱姆也不敢靠近维克斯，担心会再次被送进收容所。直到维克斯做出保证不会那样做，克莱姆才放心的屁颠屁颠凑了过去，跟着维克斯来到了一个环境不错的新住处。事实上，克莱姆的母亲迪恩如今已是一位有名的钢琴家，她来到了斯特夫人家想要找克莱姆，可惜这里早已换了房客。当询问起斯特夫人时，新房客根本不认识，只是告知之前的房客去世了。至于克莱姆新房客则更不清楚，提醒着让迪恩去问下邻居。紧接着迪恩向一个老头打听，由于不知道克莱姆的名字，迪恩只能用自己的姓氏来找克莱姆，使得老头完全没印象。想到克莱姆生死未知，迪恩不由感到很失望，犹豫了许久还是离开了。他和哈里是在一场音乐会上相识的，两人一见钟情。可交往3个星期后，哈里就像是铁了心一样要前往美国，即使迪恩愿意等，以及想和他一起走，哈里也没有答应，觉得自己是个穷小子，给不了迪恩幸福，建议他去找个更好的人。就这样两人分开了。自此之后，他们从未再见过面和联系。意外的是，不久后，迪恩竟然怀孕了。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前途，无奈的他只能狠心将刚出生的克莱姆给了斯特夫人。如今回想起自己所做的一切，迪恩无比的愧疚，万分希望有机会能弥补自己的过错。在克莱姆去上学之前，维克斯精心替克莱姆进行了一番装扮，嘱咐着克莱姆用新名字沃克尔，还要注意言行。不过这一切没有他预想的那么顺利。老师戴德让克莱姆称呼自己为老师，可克莱姆却喊他哥们。总之全程主打一个不配合，气得戴德简直欲哭无泪。由于资金的原因，维克斯只买了一张去美国的船票，就连眼前所租的房子都得退掉。这意味着克莱姆又得回到收容所了。上船前，维克斯答应了克莱姆，期间会写信告诉他事情的进展，并嘱咐着克莱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克莱姆也希望维克斯能安全回来。对现在的他来说，就算没有哈里，他也不想失去维克斯。显然，克莱姆已经把维克斯当成了第2个父亲。Jouw vader is een veel betere vent dan ik, Kruimels. Alleen al omdat hij jouw vader is. Hou je taai, jochie. 维克斯感谢着局长，因为之所以能顺利快速的办理好签证，都是局长在协助。随后，克莱姆被带到了收容所。看在局长的面子上，科泽最终还是妥协了，勉强答应让摩尔待在仓库里，同时警告着克莱姆，摩尔绝不能进入屋内，否则他将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接着，克莱姆在仓库帮摩尔做了个窝。对于克莱姆的回来，众人不免有些惊讶。克莱姆坐在了之前的位置，见小胖贝利又想提前拿香肠，克莱姆硬气的急忙进行了阻止。就在两人争吵时，科泽忽然出现打断了两人。在祷告的时候，不甘心的贝利又拿了香肠，察觉到摩尔来到了餐厅，克莱姆趁贝利不注意，迅速拿走了他的香肠，悄悄地给了桌底下的摩尔，然后有模有样的假装祷告。尽管知道香肠不见了和克莱姆有关，但贝利也没说什么，毕竟是他理亏。克莱姆偷偷把摩尔带到了宿舍，一番有趣的表演将大家逗得无不开怀大笑。听到有人来了，所有人急忙散开，跑回到了自己床上。克莱姆也迅速用被子把摩尔给遮住。虽然大家全都安静地装睡了起来，可还是被眼尖的科泽夫人发现了。她提醒着克莱姆，要是被科泽看到了就有大麻烦了。在克莱姆的恳求下，不要告诉科泽。心软的科泽夫人同意了，并让克莱姆下不为例。奇怪的是，第二天科泽却怒火冲天地找到了克莱姆，粗暴地揪着克莱姆的耳朵把他带走了。原因是克莱姆不守规矩，将狗带进了宿舍。显然是有人向科泽告密了。为了彰显出自己的威严，科泽便要求克莱姆喊他父亲大人，可克莱姆却无动于衷。这气得科泽咬牙切齿的命令克莱姆解开衬衫。克莱姆没有多说什么，勇敢的照做了。科泽拿起了拐杖想要驯服他，但克莱姆全程竟都没有吭一声。克莱姆满身伤痕的躺在床上时，钉子找到了他，表示已经帮忙喂过摩尔了，这让克莱姆挺是感动的。
同时也得知了其实这里的所有人都被柯泽打过。听克莱姆说没有屈服叫柯泽父亲大人，作为过来人的钉子感同身受，劝他不值得为了柯泽这样，毕竟以后大家迟早都会离开收容所的。看着克莱姆被打了，最开心的人莫过于贝利了。或许是受母亲基因的影响，诸多玩具克莱姆都不感兴趣，只对钢琴情有独钟，弹奏着两只老虎。柯泽夫人见状，本想教他弹个曲子，但却被克莱姆果断地拒绝了，认为是他告发了摩尔的事。Denk je nou echt dat ik dat gedaan heb, jongen? Wees wijzer. Kijk om je heen. 克莱姆随即扫视了一圈，首先怀疑是贝利。面对克莱姆的询问是不是，可柯泽夫人却没有回答，但似乎又回答了。等有克莱姆信件时，贝利故意将他的那封藏了起来，然后大喊着自己爸爸寄来的信，并大声地朗读着，目的就是让克莱姆难受和失落。维克斯一去许久都没有音讯，对此克莱姆只能鼓舞自己要坚强。柯泽夫人待克莱姆还挺不错的，经常会教他弹钢琴。2个月的时间，克莱姆进步飞速，或许这和天赋有很大关系。柯泽夫人不禁夸赞着他很棒，岂料这钢琴声却惹得柯泽十分不爽。每当有克莱姆信件的时候，贝利都故技重施将其藏了起来。看晚一步的克莱姆来了，为了不引起怀疑，他还是将所有的信给克莱姆查看，使得蒙在鼓里的克莱姆一次一次感受到失望。某天克莱姆本想弹钢琴，却发现被锁住了。他找到柯泽夫人反映情况，才得知原来是柯泽要求的，以后柯泽夫人也不能再教他了。无奈的柯泽夫人只能给克莱姆一个安慰的拥抱。克莱姆的到来明显的影响到了柯泽的权威，就此他决定与作为卧底的贝利合谋，狠狠地收拾克莱姆一顿。这天柯泽忽然来到宿舍，表示自己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的钱被偷了，让偷钱的人向前走一步。见没人承认，他将克莱姆作为重点怀疑对象。依据是克莱姆没来之前，这里从没有丢过东西。他先是在克莱姆的枕头下找到了一枚硬币，克莱姆极力地解释着自己没偷，完全没意识到自己被栽赃陷害了。紧接着柯泽又在床垫下面找到一个袋子，里面装了许多硬币，这让克莱姆简直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随后局长来到了收容所，表现得很失望，要带克莱姆去警局。 Ik heb het niet gedaan. 奈何局长并没有相信他。 Ga je hond halen. Dan kunnen we vertrekken. 见诡计得逞了，柯泽心里无比的窃喜。就当克莱姆在仓库思索着该怎么办时，钉子找到了他。因为钉子知道钱不是克莱姆偷的，对此他决定帮助克莱姆逃离。克莱姆带着摩尔来到了码头，人世间的险恶伤得他很深，觉得没什么人能相信的了，甚至都开始怀疑维克斯是否能信任了。作为帮助克莱姆逃走的代价，钉子不出意外的获得了一顿毒打。无处可去的克莱姆只能像以前那样蜷缩在码头的船上睡觉。无聊的他来到了钢琴店，自顾自地弹奏了起来。巧合的是，克莱姆的母亲迪恩正好在这里，可惜两人却不认识彼此。老板本想将克莱姆和狗请出去，但被迪恩劝阻了，觉得不应该打击一个孩子对音乐的兴趣，还热情地与克莱姆合奏了起来。克莱姆也很是认真地弹着，由于表现得不错，随即就受到了迪恩的夸奖。当被问到名字时，他却告知了自己叫克莱姆。两人没聊几句，事务繁忙的迪恩就离开了。期间克莱姆也没能有机会问他的名字。之后的一天，克莱姆来到了影院，看着影片中的男主与孩子团聚，他既开心又渴望自己和哈利也能如此。很快工作人员在检票时发现克莱姆没票，二话不说就将他驱赶了出去。在大街上闲逛时，克莱姆在路旁看到了迪恩演出的海报，不过上面迪恩写的是一名薇拉，他忍不住在旁边观望着。无意间迪恩察觉到了人群中的克莱姆，得知克莱姆没钱又想进去时，迪恩热情地邀请了他。就这样，克莱姆名正言顺的第一次在隆重的场合观看了音乐演出。由于迪恩弹得非常不错，克莱姆与众人一样不禁都听得入了神。演奏完毕后，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见很多人都送上了鲜花。克莱姆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和敬意，于是他想尽办法弄来了一束花，打算送给迪恩。可过马路时太心急了，没有注意旁边的车辆，直接被猛地撞倒在了地上。而车上坐的恰好就是迪恩，他急忙下车查看情况，用自己的围巾帮克莱姆缠住受伤流血的脑袋，还带回了家里。这一撞克莱姆伤得不轻，造成了严重的脑震荡。就在帮克莱姆整理衣服时，迪恩惊讶地发现了眼熟的吊坠，好奇地打开后，见真是自己所留下的，这让他实在难以置信是真的。此刻迪恩心中唯一想的就是希望克莱姆能快点醒来。在漫长的等待煎熬中，一股往事浮现在了他脑海里。当初他忍痛丢弃克莱姆后，独自走在路上晕倒了，幸运的是被一个好心妇人救助了。之后凭着自身的努力，才慢慢有了成就，也娶了一名叫薇拉。1个星期后，昏迷的克莱姆终于醒了过来。迪恩万分的欣喜，主动告知了他被车撞的事。交谈中，克莱姆透露着除了摩尔，钉子和维克斯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可惜的是，维克斯正在美国帮忙找自己的父亲哈利，还提及到了自己的名字应该是沃克尔。迪恩听后想顺势找个突破口。En je moeder? Mijn moeder, die haat ik. Als we mij niet hebben, dan moet ik haar ook niet. 对此，迪恩心里就像被万箭穿透了那般痛苦。
也不知道该怎么表明身份，只能转移话题询问关于维克斯的事情。在得知情况后，迪恩找到了局长，请求他帮忙让维克斯尽快联系自己。意外的是，局长给了他一封信，还有钉子也带来了许多信件。接着迪恩将这些信全拿给了克莱姆，原来是钉子发现了贝利的秘密。信中维克斯写道他马上就要回来了，并让克莱姆去接他。至于是否找到了哈利，然而这却是一个遗憾。 Dat hij hem niet heeft kunnen vinden. Dan zou ik nooit een vader of moeder hebben. Nooit. 第二天在去接维克斯的路上，迪恩试探性地询问克莱姆关于自己的事，可克莱姆的回答竟让他非常寒心，因为克莱姆话里话外充满了怨恨。对此，迪恩非常的无奈和委屈，倾诉着如果一个未婚女子有了孩子，是不会被社会接受的，更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对男人来说却没什么影响，受谴责的只会是女人。 Dat is niet eerlijk. Dat is zeker niet eerlijk. 迪恩还补充着那样的女人会多么的不易，显然这是在间接的开导着克莱姆。 Mijn moeder kon geloof ik aardig piano spelen. Net als ik. Nou, niet zo goed als jij natuurlijk. 这时汽车到了码头，不等迪恩把话说完，克莱姆就迫不及待下了车，奔跑着穿梭在人群中，去迎接维克斯的归来。令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哈利居然也回来了。面对这巨大的惊喜，克莱姆无比的兴奋和激动，与哈利紧紧相拥在一起。无意间，哈利察觉到了旁边的迪恩，不由惊愣住了。两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还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彼此。见他们深情地拥抱在一起，克莱姆和维克斯都是一头雾水。不知情的哈利还以为克莱姆和迪恩已经相认。Een goed idee van je om je moeder mee te nemen. Mijn moeder? 突然得知这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克莱姆震惊到有些反应不过来。联想起之前迪恩所向他倾诉的苦衷，顷刻间克莱姆的心结便释怀了，微笑着主动拥抱着迪恩。一家人之所以能奇迹般的团聚在一起，原因说来也巧合，维克斯几乎找遍了美国，可却没人认识哈利，加上签证到期，他只能准备返回荷兰。但就在离开之际，他在码头看到了熟悉的帆船模型，于是就好奇地询问是谁做的。虽然被告知不是荷兰人做的，不过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还是促使着他稀里糊涂地前去相见，这才遇到了哈利。经过多年的发展，哈利也已事业有成，眼前的整个码头都是他的。至于为什么迟迟没能找到哈利，是因为哈利从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来自荷兰。望着怀中的克莱姆还有身旁的迪恩，哈利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心里万分的感谢维克斯。圣诞节这天，迪恩精心准备了礼物和晚会，即使现在自己变得富裕了，可克莱姆并没有忘记和嫌弃曾经的难兄难弟们，还像以前那样与大家玩耍着。晚会上，钉子和凯西以及局长都来了，看着收到的惊喜礼物，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后来的维克斯送了每人一件相同的礼物，他让克莱姆提前打开了，因为里面是他所写的书。克莱姆没想到的是，书中的主角竟是自己。就这样，维克斯算是如愿以偿了。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了一个孤独孩子的成长之路。温暖可以治愈伤痕，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彼此的港湾，都能成为照亮他人的一束光。